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开董事会选项目区域经理的时候，我的前男友和他的现女友看到了我，两个人目瞪口呆地盯了我很久。毕竟1个星期前，我的前男友以为我是一个拜金女，把我甩了。第2天就和我的顶头上司杜小冉在一起了。也是，坐在董事长位子上的人是我爸，我就坐在我爸旁边的最大股东位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在银行取了一笔毛爷爷回到家，就看到我男朋友顾阳气势汹汹地朝我走了过来。庄小颖，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过来就是把我的胳膊一拉，这是干嘛？你在 S 市买房，花了多少钱？他一脸凶相，完全和平时相反。昨天老爸老妈结婚纪念日，顺道送了我一个可以看到 S 市全景的房子。我正准备解释，庄小颖，我真是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拜金女，是不是只要达到目的，谁的床都可以上？啪的一声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把我甩到了床边，痛得我直呼。杜小冉说，你昨天跟着一个老男人去看房子，几个小时才出来，别说不是你，照片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被甩得头嗡嗡直响。大学到工作，顾阳对我的温柔到现在对我的打骂，真是天差地别，差距大的让我缓不过来神。明明打算靠自己的实力再上一级，就告诉他全部的事情。这是我和爸爸做的约定，让家人接受顾阳和我在一起的约定。杜小冉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让我解释了没有？他显然不听，变本加厉，分手。我不想和你这么肮脏的女人在一起。果然小冉说的对，你根本不值得我去拼命。从前在我眼里温文尔雅，说话都会温温和和的人，突然间对着我龇牙咧嘴，现在好丑的一副模样。10分钟的时间，顾阳清完了所有他的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刷个牙都能刷半个小时的人，清东西只要10分钟，真不知道是蓄谋已久，还是早有准备。怪不得今天一回来就觉得家里好像空了一些什么。叮，是短信。杜小冉，小颖，顾阳朝你发火，你别在意啊，你做的那个事也是的。我笑了，一边立牌坊是吗？杜小冉是我在公司里的上级，也只是比我高一级而已。最近要开始选项目区域经理，我和他都是候选人，他很是自信自己能够被选上。我拿起手机，找到熟悉的号码，赵鑫，是我。公司马上要选区域经理了，我想用我股东的身份去挑选。分手后，我的微信消息简直炸开了锅，全是大学同学跑过来问我们怎么了，还有的在惋惜我俩曾经的校园情侣模板直接破裂。有一些和我玩得还不错的女同学跟我说，顾阳在我们分手后没多久就又官宣了。这么一想，之前他夜不归宿说去工作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。顾阳来我家公司的时候，我还特地给我的叔叔伯伯们说多关照一下，不要让他太辛苦。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猜到他和顾小冉有几十条腿。顾阳的外形条件还不错，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风评都是很好的。和他在一起了2年，我都被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，没有想过他会背叛我。原来突如其来的狠绝都是有迹可循的啊！没想到的是，顾阳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让我去公司天台和他见个面。庄小颖，我劝你赶紧从公司离开，赶紧辞职，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我看着眼前男盗女娼的一对，还挺配。今天天台的风也格外的恶心人。我靠本事进的公司，凭什么你们让我辞职就辞职？我厌恶地看着他们。
顾阳一把拉过我的手，区域项目经理的候选票是你用身体去换过来的吧？不然，凭你一个刚入职半年的新人，怎么可能会晋升得这么快？我愣住了。这一刻，我看着这个满脸不耐烦的男人，感觉讽刺极了。这半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多少个日夜做项目做出来的成绩？他说我用身体睡，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我也没考虑过。在公司里努力工作，也是为了让爸爸看到，同意我和顾阳的恋爱。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区域项目经理，我最大股东的身份不香吗？还是我爸是公司的董事长不香？我冷哼一声，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我不在乎。我也跟你最后说一遍，我的成就是我努力工作得来的。你的思想肮脏，不要把我也弄得像你那么恶心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立马走开。多拉扯1秒，我都觉得我要掉一层皮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同居了那么久，还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庄小颖，要么离开公司，要么我让你在公司里身败名裂。身后传来杜小冉的声音，他巴不得没人跟他争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。我根本不想鸟他。没有男朋友之后的日子，我从一室一厅的小房间换到了老爸老妈送给我的顶级套房。在公司里，我还是每天认真工作，毕竟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我来接手的，费了不少的心力，怎么说也要把它弄完。项目完成后就开了会议，我是第3小组。等前面的组讲完后，我整理了一下着装，拿着我的 U 盘上前，插上 U 盘，打开文件。我是第3组的负责人庄小颖。我们主要事宜还没说完，办公室突然嘈杂起来。平常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同事用眼神向我示意，让我看大屏幕。我转头一看，出来的不是我精心准备的 PPT， 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自由滚动着。那些照片里，我挽着我爸的手臂，在法拉利里面说说笑笑，还有一些马赛克画面。我和其他男人再不可描述，唯独我的脸没有打马赛克。穿衣服的画面闪得极快，不可描述的4、5秒一个。这心思真的是太明显了。除了穿衣服的是真的，后面那些赤裸的场景一看就是 P 的。不怪顾阳会误会，不是高层的管理员基本上都没有见过我爸的样子。我爸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保养得跟30、40岁没什么差别。杜小冉微笑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饱含着得意，他嘴角悄悄勾起。这一下我明白了他说的身败名裂。会议室瞬间炸开了锅，总经理皱着眉头，庄小颖，这里是会议室，不是你私生活的裸露展。我拼命地点关闭，就是没有效果，这是中毒了。总经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我电脑中毒了，我辛苦做出来的成果被这些虚假的东西陷害。我愤怒地冲到杜小冉桌前，骂道：你做这些恶心的手段，你在说什么啊，小颖？你自己弄出来的，怎么能怪我呢？我是你上司，有必要害你吗？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还公之于众，真的是……杜小冉很聪明，他装得很惊讶，声音也微微颤抖。保安，快来，这里有人闹事。说话的是顾阳，他的速度非常快，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赶出去。好一个先抑后扬，先诬陷我，再让我没有机会解释。我看着这对狗男女，真想吐口痰上去洗洗他们的脸。我冷笑一声，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换了另一个 U 盘。那些我和我爸的照片变成了杜小冉和顾阳，我连马赛克都没给他们打上，毫无 PS 痕迹，因为那些都是真的。在顾阳和我分手后，赵鑫就给我查了他们在我分手之前干的事情，果然是男盗女娼。
这些资料本来没打算公之于众，既然他们要这么陷害我，我也不会客气。哎呀，我另一个 U 盘怎么也是这些啊？杜组长、总经理，看来真的是中毒了，不然我另一个 U 盘怎么是杜组长和顾同事的呢？我对着杜小冉和顾阳微微一笑，他们脸都变得苍白了起来。他们很清楚我的照片是 P 的，但他们的确是货真价实的。杜小冉尴尬地笑了一声，哈哈，看来小颖的 U 盘真的是坏了。总经理脸都黑了，瞪着杜小冉，赶紧把这些关了。好好的会议被你们弄得像什么样子？杜小冉有点胆怯地看着总经理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总经理，消消气。这场会议因为这场闹剧没有办法继续开下去。我的提案总经理也没打算继续看。庄小颖，你这个事情对公司的影响非常不好，你这段时间不要来公司了，回去好好反省，把你所有的 U 盘都好好的检查。散会。”杜小冉，你来我办公室。杜小冉瞪了我一眼，战战兢兢地跟着总经理的后面走了出去，清了清东西，把重要的文件都要带走。这段时间就不来公司了。刚踏出公司门就被叫住了，顾阳的语气很恶劣：“庄小颖，我没想到你学会了用这么恶毒的手段。”我两个眼睛都听得要掉出来了。我朝着他翻了个白眼：“顾阳，你搞清楚，是你们先整我的，麻烦你说话的时候先看看医生再张口开枪。”顾阳皱着眉毛看着我：“明明是你先背叛我的，我们只是还原事实。”我彻底被顾阳的不要脸给恶心的当场要吐出来。人的性格在短时间会变，那他的思想也会这么快变吗？看来他一直是这样的人，是我之前对他的滤镜过于强大，自动的给他按了一张脸上去。你们那些照片的事情，在我们分手前就发生了，到底是谁背叛谁，谁恶心谁，你心知肚明。顾阳一愣，把脸侧了过去，道：“你得罪了杜小冉，你在这家公司待不下去的。”我笑了，我待不待得下去也不是你能做的决定。我感觉我再多说一句话，我手上的东西就要拿不住了。公司现在的风气已经从底层开始乱了吗？看来到时候的整顿了。小颖手上的东西一轻，我抬头往上看，一张熟悉的脸，是赵鑫。叔叔阿姨今天要我接你回家吃饭。好。顾阳还在后面嚷嚷：“庄小颖，你认识男人的速度挺快啊！”我直接上了赵鑫的车，头也没回。顾阳这傻调真是有够丢人的，这时候一定不要给予回应，不然我也要跟着丢脸。赵鑫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曾经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和顾阳的那2年，我和赵鑫也没怎么联系了。后来出去和顾阳同居，为了给他安全感，我直接和赵鑫断联了，迷途知返了。终于发现那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了。赵鑫开着车，面无表情的淡淡道：“我往车座蹭了蹭，发现还是赵大帅哥比较有魅力。以前确实是小女瞎了眼啊。”在赵鑫面前总是很随意的调侃，一起长大的伙伴最真实的一面都见过。赵鑫轻轻哼了一声，知道就好。因为总经理的变相放假，我好好的放松了一下。小冉，区域总经理这个位置，我不是不能给你举荐，但庄小颖在会议上的那些照片，你让我很失望啊。我正在 SPA 店的走道上行走，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。我停了一会，在门前的透明玻璃前偷偷地看了几眼。杜小冉穿着有些暴露的衣服，在总经理的身上推着精油按摩。他边笑边推，嘴里还说着：“经理庄小颖，那个图片是 P 的，您知道，我不可能会背叛你的。
这场景看得我人都惊了，这么刺激的一面被我碰到了，这都提到我了。拿起我的手机，反手就开启了录音。总经理反手把杜小冉抱住，你胸口的痣可是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呢。杜小冉全然不像平时那样端庄矜持，那模样骚得很。我有您这么威武的男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顾阳那个弱鸡呀？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，让庄小颖从公司里滚出去，这2样做到了，以后我怎么样都随便你。我冷汗，顾阳好绿，果然这2人之间不简单。现在公司的基层已经这么腐败不堪了，你听我的话，一个小员工算得了什么？一个区域经理也是小意思。以后这个公司1半的股份都是我的。靠，好大的口气！最大股东我还在这里呢，我不卖股份，你哪来的1半？谢谢。有被笑到。做完 SPA 准备回去，好巧不巧碰到了2人。杜小冉看到我一眼，眼底深处散发着藏不住的恶意。庄小颖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现在不在公司，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。来 SPA 店当然是做 SPA 的，不然是过来偷情啊。2人听完我轻飘飘的暗指，脸有一刹那的黑了一下。你进得来尊爵做 SPA， 出去后不会要吃1个月的泡面了吧？不要勉强自己庄小颖，什么层次的人就做什么层次的事情。尊爵 SPA 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店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有些贵了。但这个 SPA 店在我的名下。他瞥了一眼一边的服务员，从包包里拿出一张金卡，示意结账。您好，您消费了11800元，是用这个金卡结账吗？服务员露出标准的8尺微笑。对，让我对面的小姐看看什么是金卡，她可能没见过。我不在意，准备离开。可杜小冉这婆娘还是不打算放过我，她指了指我。服务员，这位小姐还没付账呢。我无语，这人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大病？庄小颖，是不是没钱付啊？你求求我，我帮帮你啊！总经理在旁边就像个工具人，在杜小冉后面当那个给他撑腰的柱子。我被他阴阳怪气的语调弄得很烦了，出来轻松一下都要被恶心女人纠缠。这可是我名下的店，你在耀武扬威什么？服务员感觉到气氛尴尬了起来，看向我，还是露出了8尺微笑。我拿出我裤兜里的黑卡，给他看了一眼上面的金色数字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有见过金卡，我手里只有黑卡呢。尊爵的黑卡相当于身价非常高了，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有黑卡的。这下总经理的脸色变得僵硬无比，语气不是很好的对着杜小冉：好了，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走。我笑了。杜小冉有些失态，手也握紧拳头，被一个老男人包养，还有脸炫耀手里的黑卡。我爸好歹也是富人区里公认的排行榜最帅、最会保养，还最会疼媳妇的男人，一个2个都说他是老男人，这个气不能忍了，正准备发火。小颖，我们走吧。一道声音插入我们的对话：赵鑫之前打了电话让他来接我的，我还没拿到驾照呢，走之前耍个率先。我挽着赵鑫的手：亲爱的，有人说你是老男人包养我，赵鑫可是我们那一片公认的清冷帅哥，那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是出了名的。SPA 周围的女性都开始频繁回头看他，再一看杜小冉旁边的总经理，虽说才30岁，但常年的酒厂让他的肚子带的跟5、6个月的孕妇一样了，油腻男人的象征啊。赵鑫挑了挑眉，又用手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我一直被小颖包养着呢。杜小冉的表情十分精彩，可能他看不太惯我们俊男美女的搭配。帅哥，你知道你身边的女的
前段时间才分手，分手的原因是和老男人开房吗？赵鑫的视线也没从我的身上移开，拉住我的手往返走。请你不要乱说话，再胡说我们会告你诽谤，不要吓唬人啊，帅哥！你好好看清楚你身边这个女人，小心别被骗了。杜小冉喋喋不休，看起来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。小颖，我们走，我不想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。杜小冉的表情十分精彩，不得不佩服。赵鑫有时候说话轻描淡写的，就能让别人无言以对，心里暗暗给一个大拇指。我和赵鑫也没管他们，走的时候还隐隐约约听到总经理在骂杜小冉给他丢人。SPA 的事件过后，我也解除了休息的禁令，回到公司，我和杜小冉的关系真正的开始明面上的对立。连带着总经理也时常给我整一些加班的活，离竞选区域经理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时不时的会看到杜小冉从总经理的办公室出来，偶尔还会带着点轻痕。感情还有 SM 的特殊癖好，办公室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。竞选的前2天，我被叫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，庄小颖，有人举报你涉嫌泄露公司机密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总经理和杜小冉的诡计，这次直接按一个罪名，打算把我踢出公司。谁举报的？总经理也没打算瞒着顾阳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服杜小冉，这2个男人被他玩得团团转，也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了，非要把我搞走。我没有涉密，这件事情我不承认，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被诬陷？何况这是我家的公司，我设个锤子的密。阳光项目的计划是你主要负责的，现在敌对的公司比我们先启用这个计划，让我们公司的损失巨大。总经理拿着资料甩在我面前，语气很决绝，这意思是笃定让我负责了。负责这个项目的可不止我一个人，我的上司杜小冉和顾阳2个人也同样是负责人。凭什么认定我是泄密者？这个项目是我们没有闹翻的时候做的，项目的提议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把主责任人挂上了我的名字。没想到闹翻了，这样的罪名还要诬陷在我的头上，真的是不把我弄走不罢休。你是项目主要负责人，公司需要对你的项目泄密的事情担起主要的责任。总经理敲了敲桌子，十分严肃。难道他们不可能是吗？我愤愤道。他们向我告发的你，你是被告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需要警察来判断。现在你需要暂且停职接受调查。我没吭声，直接走了出去。再说下去也没有用，他和那2个人都是一起的。我百口莫辩，我根本不在意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，就算停职明天，他们也会见到我。诬陷我的事情必须要有个交代。但我想问问顾阳，到底为什么？我去到了顾阳在的办公室，直直地朝他走去。为什么诬陷我？你知道我不可能把阳光项目出卖给敌对公司。我看着他，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对杜小冉来说很重要，对我来说也是。我不理解，我们曾经也算是恩爱过，但你也看到了我做阳光项目的时候有多么辛苦，没日没夜的不睡觉做出来的。你现在说我是泄密的人，我气得说话的声音都大了起来，引起了旁边不少同事的围观。庄小颖，你自己是不是泄密你自己清楚。顾阳瞥了一眼不远的同事，突然大声缓了缓，把我拖到一旁的休息区，小声道：我想留下来有个好前途。杜小冉答应我，他当上了区域项目经理，就让我做区域项目的副经理。真的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他还有演员的天赋呢？为了一个副经理的位置，
你在会议中给我用肮脏的手段，现在还陷害我。我和你的那2年算是白认识你了。我看着他怔怔道：这半年的实习，我在公司看透了，没有权利，没有关系，就什么都不是。杜小冉和总经理之间有关系，我和他恋爱，我也有好处，他能帮我升职。你呢？你能帮我什么？顾阳回答得理直气壮。我被他气笑了。杜小冉能帮他升职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我家的公司没有我的允许，他能帮你升什么职？我不想过和你继续吃苦了。庄小颖，那几千块的房租住得不像样。我现在在杜小冉那里2室1厅，每天不用听那些大爷大妈们吵吵嚷嚷。杜小冉长得也不差，有钱有能力，我和他在一起，名利、女人都能得到。而你呢？你能给我什么？他说的话安慰着他自己，这一切不是他的错。一个大男人总想着女人给他什么。这一刻，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人，想到他以前抱着我说：“小颖，和你在一起，什么苦都能吃。”这样鲜明的对比竟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真讽刺。你现在吃软饭的样子，真是令我恶心透了。我在努力的和他有未来，他的未来是把我抛弃过更好的生活，还时不时的拿我当跳板。庄小颖，你有脸说我吗？你自己不也和老男人不清不楚？我现在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庄小颖，我希望你赶紧离开公司，不然到时候就是不调查这么简单了。他说：“呵，那个你口中的老男人是我爸，公司我是不可能离开的。”我十分坚决，想让我离开自己家的公司，未免也太好笑了。顾阳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庄小颖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你是斗不过我们的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一个大股东还斗不过你们这群小喽啰了。那祝你们好运，能够成功把我赶出公司。半晌后，我叹了口气，实在是没什么要和这个人说的了。第二天，在家里精心选服饰后，早早就去了公司。第一次见其他的股东和高层领导人，肯定得打起12分的精神。公司是有高层领导专属电梯的，一般的员工是做不了的，这都是为了方便高层的会议。刚进去办公室，就看到早早到的总经理看着我：“庄小颖，不是让你停职接受调查吗？你怎么还来了？”他以为我要过来继续竞选区域项目经理，因为我没有泄露公司的机密。我抱着手上的资料，正是我前几天为公司选的其他可以做这个位置的人。可以说，集体讨论空降哪一个精英更合适。我走向董事长座位旁边的位置，坐下。那是最大股东位，平常开会都没人坐。主要还是因为身为最大股东的我当时是一名学生，老爸觉得我不需要这么早出来锻炼，反正自家的东西也不急于一时。庄小颖，你快从那个位置下来，不然我叫保安抓你，到时候你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就坐实了。总经理很是激动，仿佛我要把这个椅子吃掉。董事长来了，一切自有评论。总经理一怔，就算是董事长来了，也不会帮着你。你一个实习生，董事长会站在你这边，还是会站在我这个工作多年的总经理？正在和总经理唇舌论战时候，顾阳和杜小冉走了进来。他们看到我坐在最大股东围，很是震惊。庄小颖，顾阳惊讶，一个被调查的人跑到公司的会议扰乱秩序。顾阳，快点把保安叫过来，把他赶出去。杜小冉对着我趾高气扬，顾阳就是杜小冉的狗腿子，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跑到外面打起了电话。我是公司的最大股东，我爸是公司的董事长，我看是谁泄露的公司机密，又是谁会被赶出去。这一下
对面的几个人笑了出来，尤其是杜小冉笑得最厉害。庄小颖，我看你想在公司里待着想疯了吧？你要是董事长的女儿，还来做我的下属？总经理不屑地看着我，保安马上过来了，你识相点，赶紧滚，不然到时候我在警察那里说一些什么，你是要坐牢的。我正准备说什么，保安来得很是时候，他们指向我说我是公司的恐怖分子。保安也没对不起他的工资，跑过来就把我按倒在桌子上，一时间我动弹不得。你们在干嘛？快放手！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，老爸气势凌人地走了进来，后面陆陆续续进来了7、8个人，都是今天会议的主要人物。保安听到老爸的命令，把我松开，一时间我全身轻松了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要夸这个保安的职责做得好，还是怪这个保安职责做得太好了。董事长，这个女的泄露公司机密，还扰乱会议。总经理直直地指着我女儿泄露自己家的公司，还扰乱会议。老爸说话很平淡，但多年管理人的气势让人不由冷汗。顾阳和杜小冉脸都僵住了，在一旁傻愣愣地站着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坐在最大股东位上。保安的手也在发抖，刚才他好像把董事长的女儿按在了桌子上。什么？庄小颖真的是？杜小冉满脸煞白，扶着顾阳的肩膀才能站稳。看来都是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总经理弯着腰，一直不停重复着说误会，头也不敢抬起来，看着滑稽极了。什么误会？老爸走到我旁边的董事长位置，坐了下来。我看这一切都不是误会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播放，里面的声音是刚才还在说话的总经理和杜小冉。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让庄小颖从公司里滚出去，这2样做到了，以后我怎么样都随便你，你听我的话。一个小员工算得了什么？一个区域经理也是小意思。以后这个公司1半的股份都是我的。办公室安静的，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好的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播完后，我又拿出昨天动用公司高层关系找到的真正泄密者的证据。总经理，你看这个东西熟不熟悉？我冷哼一声，他瞪着我，眼珠子都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。随后来了一句：你说什么？我不认识这个东西。他还在掩饰，我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装傻。我把他泄密和敌对公司做交易的证据放入大屏幕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之前公司突然被抢的那些项目都有了明确的答案。总经理这1年来一直和敌对公司有所来往，怪不得之前那么的信誓旦旦会拿到公司1半的股份。老爸看到这些证据，气得脸都黑了，又看向我，把所有的都交给我处理。保安，你应该知道到底要抓哪个了吧？我看向保安，为了将功赎罪，他捕捉总经理的力气更大了，速度也更快了，把他拖出办公室。杜小冉看着这一切的发生，眼泪直接掉了下来，嘴不停地哆嗦。本来扶着他的顾阳把他推了出去，远远地站在一旁，像是要和他撇清关系。所有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我这一场漂亮的仗也让不少的高层认同了我。但是区域项目经理的位置还是需要选出来的。开会吧！所有人都坐了下去，静静等待会议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女儿庄颖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之前在公司的底层待了一段时间体验，之后会担任公司的代理董事，希望大家多帮助一下。老爸把我介绍出来，没错，我叫庄颖。庄小颖是为了隐藏身份，毕竟答应了老爸做出成绩。我清了清嗓子，
这次区域项目经理的候选人直接影响我们整个东北区域的经济效益。这个位置需要真正有能力的人来做。我这里有几个这方面的专家，刚好要回国，我们可以看看他们谁会更适合我们公司。我把我手上的资料传给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杜小冉不甘心地拿着那些资料，手不停地发抖。上面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比他丰富，就连学历也比他高出了很多。没了总经理，他更没有资格争。他在公司里混不下去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和总经理的破烂事。会议结束后，事情传得很快，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身份。杜小冉还特地过来跟我道了歉。很显然，他还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。可我是不会容忍有蛀虫在公司里侵蚀，他必须下岗。也不得不承认，他的脸皮厚的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。至于顾阳，也眼不见得好。刚这么想着，他就从不知道哪个角落里窜了出来了。小颖，我和杜小冉分手了。我没想到他在背后是这么看我的。我们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是爱你的。我们和好吧，小颖。他的眼睛又变回了曾经深情款款的样子。那个在学校里温暖人心的人又从他身体里爬了出来。刚才那个叫保安把我按倒的那个人，仿佛不是他。分了手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消失，懂吗？这个男人因为小利小惠和别的女人肉体纠缠，暴力对待我的时候，怎么想不到我的好？恶心至极。他图的不过是我现在的身份地位和我的钱。你要是早告诉我你的身份，我们可以过得很好的。你一直瞒着我，我们抵消不好吗？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快乐不行吗？我简直无语。你的爱你的好都是因为身份吗？你真贱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把我狠狠地拽入了怀里。我怎么都睁不开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小颖。我们曾经是让别人羡慕的情侣。你说过，知错能改，你就能原谅我。这一次你也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快放开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他越抓越紧，紧到我几乎喘不来气。我把他的脚用力一踩，他叫了一声，捂着脚，把我松开。我深喘一口气。顾阳，你自己选择的，就别来后悔。他像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就算疼得他嘴巴发白，也迅速爬过来抱住我的腿。我不死心，庄小颖，我们还能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力道把顾阳在我身上的手掰开。掰开的瞬间，顾阳离我有了一段距离，脸上也多了一道淤青。赵鑫就像在我身上装了雷达一样，只要我很难堪、很需要人的时候，他总能及时出现。我刚才已经被顾阳的举动吓得有些踌躇，浑身还有些发抖。赵鑫把我环住一周，抚摸我的背，我的脸贴着他的胸前，听着他心脏的跳动，似乎好了点。还能不能走？我没有回应。他把我挪开，弯了弯膝盖，顺势把我抱了起来。他的整个手臂把我的身体包裹着，我的手环着他的脖子，怔怔地看着那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。好像他真得挺帅的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要是再对小颖乱来，就不是进去坐坐那么简单了。自从赵鑫把顾阳弄进局子里坐了1、2天后，就再也没有过来骚扰我了。法律的保护还是很有效的。总经理也因为泄密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按照侵犯商业秘密罪处罚，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并处罚了罚金。关于杜小冉被辞退后，他的简历里被写上了总经理的同伙。没有公司想要一个会泄露机密的员工。作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，曾经那些事情对我之后的路来说，不过就是芝麻大的事情。在基层工作的10日，
我看得很清楚，那些人的面目。公司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被提拔，那些靠关系狐假虎威、做不出什么贡献的蛀虫需要被剔除。这是一件长时间需要做的事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